前几天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去世了，他的名字叫王毅。他的去世啊，在中国的互联网，也包括简中推特上啊，引起了一波还挺大的关注啊。先是有他多年前的一个同事写过一篇纪念他的文章，名字叫做《这个时代辜负了他》。因为王毅生前在国内是一个媒体人嘛，大家都知道这些年啊，受到言论管制的情况下，肯定是不能畅所欲言啊。所以呢，他郁郁不得志的情况下啊，就在1年前来到日本来留学。没想到到了日本啊，不到1年的时间就去世了。所以他这个同事就说啊，这个时代辜负了他，因为他的命运啊，成为了一个大时代的缩影。但是国内的很多网民呢，却持相反的态度。他们认为啊，这王毅啊，长期以来在网上就攻击祖国，又说了很多对这个中国不太友好的话，是汉奸卖国贼带路党。结果呢，润到日本以后怎么样了？看到日本对他好不好？结果在日本呢，活活饿死了。这就是汉奸卖国贼的下场啊！不是时代辜负了他，而是他辜负了这个时代。双方啊，实际上在隔空论战、隔空交火啊。一直所向往的日本，居然也会饿死人呐、还好意思说什么厌食症，居然还无病呻吟的写了一篇文章，说什么这个时代辜负了他。哎，脑子进了水，还要去当恨国党，哼！终于饿死在了东京，一点都不值得同情，送他2个字：活该。我看到他们双方的这个隔空论战之后啊，我的感觉是啊，其实王毅的死啊，在他们双方的眼中啊，都是他们理解这个世界的工具，他们想要得出这个世界结论的工具。你就比如说国内的一些人吧，他们可能是在论证啊，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现在生逢盛世，其实你王毅的死啊，只不过是逆时代潮流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典型。而那个纪念他的同事呢，也不过是在想啊，借助王毅的死啊，来论证现在言论管制啊对媒体人的打压。那么关于王毅本身他个人的命运，有多少人关心呢？我觉得非常少。所以我今天啊，就想用一期节目来讲一讲王毅个人的故事，以及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啊。王毅啊有一个网名叫做阿基德，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说他像阿基米德一样聪明，但是呢，他又不像阿基米德那么有钱，没有米嘛，所以就叫阿基德。他16岁的时候就考上了吉林大学的材料系，他是贵阳人啊，非常聪明啊，一般人都18岁才能考上大学，他16岁就考上大学了啊。然后他在毕业之后又跨专业考上了武汉大学的新闻系的研究生，23岁研究生就毕业了。你想想，我23岁本科在毕业，他23岁研究生都毕业了啊。还在研究生的时候啊，他就到上海去实习啊，就进了一个毒品的这么一个机构啊。毒品啊，当年是一批上海的年轻人啊凑在一起搞的一个公益项目。这个呢，在当年还有一点影响啊。他在那里头就负责整理一些讲座的录音呢。不久之后啊，有朋友介绍他到北京工作，正好他这时候研究生也毕业了嘛，就到北京去求职了，一直就在媒体行业里头工作啊。2011年的时候，他在易言这网啊做编辑，后来呢又进入了大象公会。大象公会嘛，就是黄章进搞的那么一个这个公众号啊，在国内影响还挺大的啊。2019年的时候啊，在香港的反送中啊，他专门去到了香港啊，非常支持香港反送中的这些人，好像还多次去过采访。但是后来大家都知道，黄章进的这个大象公会啊，就突然因为这个言论的管制啊，就被封号了。那么现在我们不知道啊，他是在言论封号之后，大象公会就解散了员工的时候失去了工作，还是更早的时候他就离开了这里啊？就特别详细的信息啊，我就不是特别清楚啊。总而言之啊，在2022年的10月份，他来到了日本来留学，进入到了东京郊区的一家语言学校去学习。我们呢还找到了跟他一起在同一个语言学校的这个同学啊，他就当时描述过上学第1天的时候啊，这个王毅的这个情况啊。他当时到学校报到的时候呢，就跟这学校的老师讲，他说啊，他当时住在了这个酒店里头，非常贵，然后呢每天要几百块钱，所以他希望老师能够给他介绍打工的机会。但是他自己又不会日语，因为他来的时候日语是零基础嘛，他说连数数都不会，他就问老师怎么办。当时呢，那个老师是个中国人啊，都在回答这些刚刚入学的留学生的讲话嘛，就没有对他就是给他一个答复，因为你确实你连一句日语都不会，你很难这样的去打工嘛。所以据他旁边的同学讲，他当时表情非常失落啊。
就这个细节啊，我觉得啊，我差不多可以得出2个结论。第一个结论呢，就是王毅到日本的留学啊，实际上不是通过正规的留学中介来的，因为这个语言学校啊，在国内啊，通过这些中介来到这个地方学校来留学的话啊，他们都会把学生安排到学校的寮里面去住。但是王毅呢，他没有进入到学校的寮，他是自己住在了这样的一个外面的酒店里，所以他大概率不是通过这个留学中介来的啊。第二个呢，你通过他在外面的酒店来住这个细节，你也可以知道啊，他到日本来留学是一个非常仓促的决定。因为一般人啊到日本来留学啊，即便他不是通过中介啊，就直接联系的语言学校，他也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啊，在当地尽量提前找好住房，这样的话可以省钱嘛。但是显然啊，他这一切的准备都没做好，就来到了日本。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细节，就是说他的经济状况当时挺窘迫的。后来他的同学啊，跟他在一开始在一个班一段时间之后就分开了啊，因为这个语言学校本身是根据水平在不停的调整分班的。据他讲呢，这个王毅在这个学校里他每隔那么1-2周的时候能见到他一次，但是呢，每见到他一次的时候，感觉他的身体状况就变得更糟，就是越来越瘦，形销骨立，瘦骨嶙峋啊。结果到了今年8月22号这一天啊，他就说啊，学校里突然说有一个学生晕倒了，这晕倒了就是这个王毅啊，就学校里七七八八的搞了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，最后呢，王毅就回到了自己的家。回到家之后呢，第二天，因为王毅没有到学校来上课，这个语言学校呢这一点管的还是比较严格的啊。如果发现学生没有来上课，就会给这个学生打电话，啊，一直打电话。如果学生不接，就会给学生打工的地方打电话。结果这个学校的老师就始终联系不上王毅啊，就到了他的寓所，结果发现啊，他已经在寓所里离开了人世啊。这件事情到底怎么看啊？我个人觉得啊，这么几个方面啊。首先是王毅啊，到日本的时候，他的身体状况啊已经非常糟糕了，因为他当时到日本，他就去找房子的时候啊，他就直接就晕倒了，还把他同行的人就吓了一跳，他自己还自嘲似的发了帖子嘛。那么他所谓的晕倒啊，实际上就是低血糖，因为据他的朋友讲啊，他在5-6年前啊就得了抑郁症。然后呢，又有了一些厌食症，身体非常瘦啊。现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，很多人都认为他没有得厌食症，证据就是说他在网上经常想要吃好吃的啊，什么之类的啊。但是呢，其实我觉得他得厌食症啊，也有一个很像的地方。你比如说，他当时已经很瘦了，但是他在网上还在喝0卡的可乐，就是没有卡路里的嘛。那其实这个已经完全是不太理智的行为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不管怎么说，他来日本留学，刚到日本的时候，他的身体状况就已经非常糟糕了，糟糕到他经常因为低血糖晕倒。然后他在日本这1年左右的时间啊，更是经常频繁的晕倒。据他自己在推特上讲啊，他在经常回家的路上呢，就晕倒在路上，其中有2次晕倒还被同一个警察给扶起来了。啊，他自己呢还觉得特别不好意思，那警察竟然还记着他的名字，但他不记得那个警察的名字了。其中有一次呢，他晕倒之后呢，被一个这个骑自行车的这个小姐姐扶起来啊。他第2天的时候还曾经想到那个地方呢，在等待那个女孩子，想感谢一下对方。那你就可见他的身体状况啊，实际上已经非常非常糟糕了。到了日本之后呢，这种糟糕的状况实际上是一直在恶化。这是第一点啊。第2点，我觉得这个语言学校啊，实际上是有很大责任的。8月22号这一天，他在学校晕倒啊，按道理来讲，应该把他送到医院去。现在我们事后看，这王毅的去世啊，应该就是低血糖的猝死。但是低血糖猝死啊，实际上，你如果是及时送医，不至于致命，因为到了医院之后啊，你只要给他补充血糖、补充营养液啊，那么身体很快就会恢复过来。那这个学校当时在
这个学校里发现他晕倒之后，为什么不把他送到这个医院呢？这个我非常不理解啊。因为据我了解啊，这个学校里面，实际上他这个语言学校入学的时候，学校给每个学生都买了保险。这个保险呢，包括2个方面，第一是国民保险，就是任何一个在日本啊，你只要是工作学习的人，你都有这样的保险。你看病的时候呢，你自己承担30%，这日本政府呢，这个保险机构呢给你承担70%。但是这个学校呢，还给这个学生又买了一份保险，因为担心这些留学生在日本学习的时候没有收入嘛，万一你看病你看不起病怎么办呢？所以又给每一个学生在保险公司买了另外一份保险，可以把它剩下30%自付的部分 cover 掉。也就是说啊，理论上来讲，这个学校的学生，所有的人看病几乎是可以不花钱的，只有一种例外，就是你一种病，你要半年的时间内都没有治好的情况下，才需要自己负担。那也就是说啊，即便是这个学校啊，把这个王毅那一天送到医院去，其实无论是学校还是王毅都不需要自己负担，不需要自己花钱。那这个学校为什么没有把王毅送到那个医院呢？我觉得啊，一种可能是王毅可能是经常晕倒，可能这些老师啊也都习以为常了，啊就没当回事儿。另外一种情况下，就是这个老师啊可能是掉以轻心了，对吧？但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这个学校还是有非常大的责任的。既然发现这个王毅当时已经晕倒了，而且到了8月份的时候，他已经瘦的有点脱相了。在这种情况下啊，发现他晕倒，而且持续时间那么长，没有把他送到学校，没有把他送到医院，我觉得是非常不应该的。第3点，我觉得啊，他去世之后啊，他的那个朋友写了那篇文章，叫做《这个时代辜负了他》。我觉得这种叙述视角吧，我就不是特别喜欢，因为从我对王毅这个事情的了解啊，其实他的悲剧啊，更大程度上还是来自于个人。虽然说他作为一个媒体人呐，在整个职业生涯过程中间非常不顺利啊，因为我作为一个媒体人，我也感觉到其实被言论打压，然后呢，你被封杀，不能自由的发表意见的痛苦啊。但是他最终这个时代让你没有饭吃，最终让你实际上要贫病交加到这种程度，那我觉得不至于。我们客观来讲啊，就这个社会可能会捂你的嘴，但是呢，它不至于让你饿死。所以你说王毅最终的悲剧啊，它不是由于所谓这个时代你辜负了他，这一点可以归结为的。但是反过来啊，国内的那些粉红啊，其实对他的那个讽刺啊，我觉得就更没道理了。比如说很多人都说日本人这种社会啊，怎么能够饿死人呢？你看看现在竟然把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留学生给饿死了，985的硕士给饿死了。但是其实日本社会啊，这个福利制度啊，可能跟那些北欧的国家比起来啊，肯定是不算好啊。但是在这个所谓吃饭这个问题上啊，还是有最基本的保障的。比如说日本有一些食品银行，我们现在只要在网上你搜一下，东京都啊，这个食品银行的免费领取食物的点啊，就有几十处啊。你在网上随便搜一下，那这些食品银行，你实际上是不需要任何前置条件就可以领取的。有的地方你可能到这个地方需要登记一下在留卡啊，有的地方连证件都不需要。然后提供的这些食品呢，有便当，有需要烹饪的，有不需要烹饪的，有简单的面包，什么都有。有的甚至可以给你送到家里面去。但这里头有个前置条件，就首先你得自己去求助。我看到了这个有人讲啊，这个王毅去世之后呢，有人讲啊，就其实有朋友当时介绍他去到这种食品银行去领取这些食物，但他没有去。他好像是还挺骄傲的一个人啊，他认为自己不需要去到那个食品银行去领。而且呢，他的同学校的同学呢，还提供了一个细节，就是当时看着他那么瘦啊，然后给人感觉营养不良呢，当时有一个台湾的留学生就想介绍他去教会，因为教会呢也可以免费领取食品，他呢当时说好，后来也没去。所以呢，其实你要把他最后的去世归结为日本社会本身的社会保障制度不足，那我觉得其实这一点呢是错误的。因为日本社会虽然说它的福利制度跟那些最好的国家没法比啊，但肯定比中国还是强得多。第4点啊，王毅的去世啊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于他的贫困。我刚才讲了嘛，他刚入学的时候就想打工。你看他那个推特里头啊，
他有许多帖子，他想要去兼职，比如说他想去到麦当劳去兼职，到那个网上去找兼职的机会，他还打电话想去到那个就是做夜班护士，因为在日本做夜班的护士收入挺高的啊，但是由于他的日语不好啊，人就都拒绝了他啊。然后呢，他自己也曾经讲过，在19年、20年的时候啊，他去炒那个虚拟货币啊，同时还炒股啊，最后呢，他的朋友讲啊，亏得一塌糊涂。他自己在网上也不讳言，他这个投资本身都亏得非常惨啊。在这里我想讲啊，就是王毅的悲剧很大原因是贫病交加。实际上，如果这中间只有一个的话，都不至于可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比如说他仅仅有疾病，是吧？如果他不是这么贫困，他可能不至于啊最后啊失去生命。如果他仅仅是贫困，如果身体好，也不至于如此。所以是贫病交加，最终导致这个悲剧。所以他这个贫困对他来说，最终啊，这个结果呢，也是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。那他最终的结果就是因为他炒币嘛，就是因为他炒股嘛。他自己就讲到，他在日本的时候啊，他有一次以为房东要来管他要房租了，他非常紧张。他的房租是多少钱呢？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啊，因为他住的那个地方是在东京郊区，他的房租一个月大概就是3万日元左右。按道理来讲，在东京这个城市啊，应该属于非常便宜的，但是3万块钱一个月啊，对他来说已经是非常沉重的负担了。他还曾经在推特里讲过这么一个细节啊，他当时去那个学校不久的时候，他旁边坐的一个人就科罗娜就阳了之后呢，他就想去买一个那个试剂啊，去测一下，但是那个试剂呢要2000日元，他当时觉得非常心疼，觉得2000日元他买不起。那你可见他的经济状况是非常非常差。那这个经济状况非常差，就是因为他炒币。所以我在这里头想讲一下啊，就是作为一个年轻人啊，进入职场的人呢，千万不要随便进行这种所谓高风险的投资。我觉得一个人正常的这个财富积累的顺序应该是这样啊，你刚刚进入职场的时候啊，前10年最好通过自己努力的工作来获取一个较高的收入。就通过提高工资来提高自己的收入，然后当你的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啊，你有了一点金融资产了，你再进行做投资，而且投资也尽可能的做稳健性的投资。当你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啊，你才可以做一些风险类的投资，就是这一部分的钱应该对你来说啊，即便要是损失了，对你的生活质量或者说对你的整个人生不至于产生特别大的影响，你才可以做风险投资。但是王毅啊，我们客观来讲，他其实啊做的这个风险投资对他来说影响就太大了。你想想，他到日本来留学的时候啊，那个学费都是借来的，那也就是说，他把自己置身于一个财务上完全破产的边缘，那对他打击就非常大了。所以你看，他为了等一个半价的玉子烧，他就在这个超市里头啊，冻了半个多小时才排队买到那样的一个半价的玉子烧。然后他的同学讲，他经常到那个便利店买那100日元的那样的一个蔬菜包。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啊，对他其实面对这个疾病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负面影响，而这个影响应该说跟他的投资失败有关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就是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，千万不要做高杠杆的投资，千万不要做就是这种所谓的零和博弈的这样的一个投资。其实说白了，虚拟货币啊，都很多投资啊，基本上就是一个赌场。这赌场啊，它不是说像股票投资啊，有的时候啊，那企业增长了，你还自然可以获益。比如说你买了苹果公司的股票啊，你买了特斯拉，对不对？这企业发展了，你可以分享收益啊。但是虚拟货币啊，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没有基本面呀，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零和博弈的这个赌场啊。你想想，你进入这样的一个投资领域，你再加上点杠杆，那基本上都是死无葬身之地。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个人命运呢，跟他这个在财务上投资的不谨慎有非常大的关系。这是第4点。第5点，就是他留学的时候啊，已经37岁了啊，然后到这日本去读语言学校啊。我相信啊，他语言学校毕业之后是想在日本留下来工作，但是啊，其实这个对他的这个最终的选择来讲呢，我觉得啊，可能也是他最终不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日本他读的语言学校，我们了解了一下，1年的学费大概70-80万，
然后他加上他的房租，再加上他生活费，一年大概要10万块钱人民币啊，2年读下来也需要20万块钱。20万块钱你要先投入进去之后，你呢再在日本找工作还不一定能找得到。在你财务投资失败的情况下啊，其实他把自己逼到了另外一条对他来说风险更高的这么一条道路上。更何况啊，留学的风险在哪儿呢？或者说移民的风险在哪儿呢？就是由于你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啊，你语言不通，你可以获得的社会支持就非常少。我们经常讲啊，一个人啊，你面对困境的时候，你要么来自于家庭的支持，要么来自于社会的支持。我们知道啊，他来自于家庭的支持几乎没有啊。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，来自于社会的支持也非常重要啊。但是在你语言不通的情况下，有大量的来自于社会的支持你没办法获得。就比如说我刚才讲的，他当时看到自己的旁边的人得了科罗娜以后，他想去买这个试剂盒，2000日元，他非常害怕，他觉得很贵。但殊不知啊，他的同学都在讲，他如果去诊所去做的话，他可以不花1分钱，因为有保险嘛。但他不知道，因为他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，所以他没有办法享受到日本社会给他提供的各种支持。说句心里话，我自己也有感受啊，因为我来日本已经4年了。我刚来的时候，我也一句日语不会啊。那么你在跟这个日本社会打交道的时候啊，你无形中在很多那个领域内，你会自觉不自觉的往后撤，因为当你语言不通的时候，你不能事事都有一个翻译陪着你嘛。即便有一个翻译陪着你的时候，你也很难进一步深入嘛。所以很多事情你就不了了之了。你要想获得这个社会对你的支持啊，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。这实际上就是留学的风险了，就是移民的风险了。更何况你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，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啊，你会倍感孤独。说句心里话，你住在东京的一个郊区里头，这就是一个人的房间。在日本这样的一个社会中间啊，基本上每个人都非常独立啊，这个日本社会的特点嘛，所以它本身这个社会中间来自于其他人的支持就相对较少。那你想想，你又作为一个留学生，没有收入，然后呢，你这个又没办法打工，你能够获取的帮助那就非常非常有限。所以呢，你可以看到啊，阿基德最后啊，他其实是不停的在网上啊在求助，他希望他的朋友啊能够给他投喂，甚至能够给他一些直接的这个帮助啊。但是啊，网上的这些帮助啊，毕竟都是来自于陌生人，因为其他人对你的帮助啊都是随机的，看到的时候可能就会给你寄点食品，没看到可能就过去了。它毕竟不是一个系统的社会支持，毕竟不是来自于家庭和朋友的那样一种直接的支持。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因素之下啊，导致了就在8月23号这一天，王毅啊在家里头呢就离开了这个人世。想想啊，也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啊。他的朋友讲，他为什么想来日本呢？他说他想搬到一个离大海很近的地方。是啊，东京是离大海很近啊，但其实对一个中国人来讲，他还是有些门槛。如果你要是克服不了这些门槛啊，你就贸然来到这个地方，你即便能够看到大海，你未见得就能看到你未来生活的希望。我觉得啊，王毅的去世啊是蛮令人悲痛的一件事情啊，因为他毕竟是曾经跟我们一起共同生活在一个城市，也是我们的同胞。但我希望啊，至少他的去世之后啊，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怀有更多的善意对待这样的人。尽管他的过去的有些言论啊，可能很多人听起来比较刺耳。我在网上查他的信息，发现他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把我都拉黑了。但是我还是希望啊，我们对这样失去生命的这个同胞国人吧，怀有更多的善意，也希望啊，他曾经走过的路啊，后面的人呢，能够照亮更多的人，以至于啊，更多的人在曾经想要来到日本，想要润到国外的时候啊，可以少走一点弯路，少发生一些悲剧。好，我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